Hello，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 Tommy 嘅 channel。大選就結束啦，所以今集咧都同大家做翻一個總結啦，分享一下所見所聞，分析一下點解民主黨會輸。我哋應唔應該將嗰個責任歸咎於拜登或者賀錦麗身上呢？而呢一個黨未來又要做啲乜嘢先能夠去贏翻選民嘅支持呢？而我哋未來喺4年嘅特朗普嘅執政之下，又點樣去全圖必爭呢？咁先總結一下總統選舉嘅結果啊，特朗普以312張選舉人票對賀錦麗嘅226票而勝出。有啲人咧就會因為咁樣咧就話呢場嘅選舉係非常一面倒，係特朗普嘅大勝。但當你睇嗰3個鐵鏽嘅搖擺州份，其實兩者嘅票數差距咧只係有大概1%到2%左右。而普選票方面由於暫時仲係點算緊啦。特別由於西岸嘅票點得好慢反正每一次嘅選舉都唔係我哋定斷㗎啦，又何必要點得咁快呢？咁但係預計結束嘅時候咧，兩者嘅差距應該係會收窄到只有200萬票左右，亦就係2%以內嘅差距啊。相比起過去嘅幾次嘅總統選舉，拜登喺4年之前贏特朗普706萬票，8年前希拉里贏287萬票，12年奧巴馬贏498萬票，08年嘅奧巴馬贏955萬票。04年嘅民主黨輸301萬票，咁所以咧，其實你話輸200萬票或者2%嘅差距咧，點樣講都好啦，其實都算係一個非常之接近嘅選舉結果，亦都好符合之前講到嘅民調誤差3%啊。所以咧，其實如果你話民主黨係因為我哋政策上嘅失誤從此咧就會俾美國人去唾棄咧，咁樣嘅講法咧，其實就係言之過早啊。而最終嘅結論啦，當然就係要等到佢啲票點晒啦，然後我哋可以研究收翻嚟嘅數據。咁呢一個咧都應該係要好幾個月嘅時間啊。但係按而家嘅資料嚟睇啦，根據票站嘅調查，投票嘅選民有34%係嚟自於共和黨，同樣嘅34%係嚟自於獨立嘅。但係民主黨嘅咧就只有32%。而票數嘅差距就咁啱咁巧就等於呢2%啊。又例如民主黨嘅票倉紐約州同埋我哋加州，共和黨喺選票上面都有百分比嘅增長，但係主要嘅原因咧係因為投票率比上屆嘅選舉至少低咗1成啊，而民主黨嘅支持者比共和黨嘅投票意欲咧係低咗一大截㗎。任大家其實你想投邊一個嘅候選人邊一個政黨都好，但係起碼你要出嚟投票，呢一個只係好基本嘅公民責任。我咧就會覺得今次民主黨嘅失敗咧係在於之前我哋黨內入邊嘅矛盾係冇被及時嘅去解決，導致我哋嘅支持者係唔踴躍去投票。呢一個咧我哋等一間咧就再去講解一下民主黨內部嘅問題啊。而有好多嘅朋友咧可能會好擔心，就話特朗普上台之後會對佢哋嘅生活造成一定嘅影響。同好多嘅加州人一樣啦，其實2016年嘅時候咧，我都住喺呢一度啦。當年嘅情況其實同今年咧係一樣啊。基本上咧，其實就每年去投票咧，我都係最後嘅嗰1個鐘頭，即係7點幾先走入去票站投票噶。而因為加州咧，其實同東岸咧有3個鐘頭嘅時差啦。我投票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喺個電話度咧已經睇到東岸大概開票嘅情況。所以其實入去投票咧，都真係純粹一張支持嘅選票嘅啫。當年希拉里佢大熱倒灶有好多人都好失望啦。而特朗普上場之後亦都有好多人去嗌住要加州獨立甚至要搬去加拿大。但係慢慢事情變淡咗啦。畢竟其實人都要繼續生活嘅。而我哋美國勝在有啲咩好啊？就係因為我哋係個 United States 係一個合眾國啊。聯邦嘅政策咧，其實大部分情況咧都唔會影響我哋所在州份嘅政策㗎。喺未來嘅4年啦，加州咧其實會同其他一啲嘅民主黨執政嘅州份啦或者市啦，會有好多嘅同聯邦政府嘅訴訟啊。例如加州當年咧，我哋要有自己更加嚴格嘅汽車排放效能管制等等。喺特朗普嘅第一個任期入邊咧，加州政府咧係一共使咗成4000萬去做訴訟啊。而當年其中一個比較重要嘅鬥爭咧，就係2020年嘅時候嗰個人口普查，究竟可唔可以回答這一個問題，就係你係咪一個公民啊？人口普查攞嚟做咩嘅咧？當然就係調查人口嘅數目啦。而人口咧亦都係決定一個州咧佢所能夠攞到嘅眾議院嗰個議席啊。亦都係當然影響埋選舉總統嘅選舉人票同埋之後隨之而嚟嘅資源啦。
咁所以咧，縱然你話無證移民啊，我唔知你點睇啦。或者其他一啲非公民嘅人咧，佢本身係唔能夠投票，但只要其實佢哋一絲尚存喺一個州份啦，就會令到嗰個州咧係獲得更多嘅議席啊同埋資源。咁啊呢一個咧其實有啲似以前歷史上邊啦，奴隸制仍然存在嘅時候，黑人就算佢哋係冇投票權嘅，但係佢哋依然咧都係會被視作為3/5嘅白人，去用嚟去分配嗰個議席嘅數目啊。而大家都知道啦，其實我哋加州咧住嘅無證移民係全美最多啦，第二同第三多嘅係德州同埋佛羅里達州。咁所以啦，當年加州同其他有類似情況嘅州咧，都係據理力爭嘅，同特朗普政府對着幹。而呢一種嘅鬥爭咧，其實亦都唔係民主黨州長或者市長嘅專利。而家民主黨拜登執政啊，德州同埋佛羅里達州咧都係同樣嘅會做呢一樣嘢。而搞對抗嘅亦都唔係單方面㗎。大家可能有印象嚇，喺疫情嘅時候咧，特朗普係會同我哋首當其衝嘅紐約州有住一個 ventilator， 究竟要俾幾多去嘅爭議啦。加州我哋燒山火啊，佢亦都可以選擇究竟分唔分發嗰個緊急嘅救助金。咁而當然啦，藍色嘅州份入邊咧，亦都係會有一啲係會放出一個選擇合作嘅態度。例如我哋而家馬里蘭州嘅州長啊，佢就講到明咧，要同特朗普嘅政府咧去尋找一個 common ground。咁所以咧，你話有傾有砌又好，又或者你 over my dead body 都好啦。其實未來嘅4年咧，係會係有一場又一場嘅好有趣嘅政治角力啊！而如果睇緊呢個影片嘅觀眾啊，無論你係任何需要幫助嘅人啦，起碼喺加州，你並唔需要感到害怕，因為呢一度咧有好多願意幫助你嘅人，你所擁有嘅基本權利亦都唔會改變。而翻去聯邦嗰個嘅層面啊，你話民主黨輸咗白宮啦，輸咗參議員啦，可能而家眾議院仲點緊票啦嚇，咁啊假設都輸埋啦嚇，係咪就係話民主黨已經冇戲好做咧？咁呢一個咧亦都係一個比較好笑嘅故事嚇，咁又就係參議院拉布嘅規定啊，拉布晒，拉布晒，晒晒晒，拉布晒。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參議院咧咪有100席嘅，咁啊加埋副總統就可以喺平手嘅時候，即係50-50嘅時候咧，就再投多一票啦。咁但係通常嚟講啊，一個法案要通過係需要幾多票咧？嗱，唔係50票啊，而係60票。啊，呢個係有關於拉布啊嗰個 filibuster 嘅一個嘅規定啊。咁啊，雖然咧你話通過法案咧就淨係需要一個簡單嘅多數，但係結束討論，即係話啊，我哋而家唔討論啦，我哋即刻去投票啦，就需要係60票喎。咁啊，所以咧，其實只要嗰個討論係一直都唔完成嘅啊，有人去不斷嘅拉布咧，其實法案咧係唔能夠通過㗎。咁啊，例如喺1957年嘅時候，有議員係連續演講咗足足24小時18分鐘，破晒紀錄嘅，去嘗試阻擋當年要通過嘅民權法案。咁啊，當然咧，其實發展至今咧，其實實際上邊咧，只要有一個議員走出嚟話嗱，我就會拉布嘅，去威脅佢拉布咧。其實咧，其他議員就唔使聽佢咁冗長嘅發言㗎嚇。畢竟大家都知道啦，其實佢都會拉布啦嚇。咁啊，何必咁嘥晒啲時間坐喺度聽佢講嘢咧？係咪？咁呢個亦都係所謂嘅 silent filibuster 啊，即係靜默拉布啊。咁啊，呢一個嘅拉布嘅規則咧，而大家可能聽落去咧，就好似好唔民主啦，係嘛？點解一個少數派啊可以用咁嘅方法去阻撓啊一個由民意授權啊選出嚟嘅執政黨咧？咁所以咧，其實你話歷史上面咧一直都有一邊咧係非常之反對㗎嚇。咁啊，大家估唔估到係邊一邊咧？咁啊，當然就係民主黨啦。咁啊，因為當年其實奧巴馬時代咧，佢嘅後期啊就係因為俾共和黨擋咗好多嘅法案，所以咧就好希望以一個簡單嘅多數去通過法案。咁啊，只不過啦，就係民主黨咧就預計唔到而家咁倒霉啦，係嘛？失去咗大多數，咁啊反而就要用拉布呢種嘅手段去繼續嘅生存。咁啊，呢個係咪有少少嘅諷刺咧？而當然啦，呢一種嘅拉布嘅手段咧，亦都係有限制性㗎。例如人事任命嘅程序，又或者同金錢有關嘅啊，會有一個嘅 budget reconciliation 係一個嘅議事嘅程序，一年咧係可以用到3次㗎。而當年特朗普嘅稅改啦，同埋我哋拜登政府嘅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咧，都係用呢一個嘅方式去通過㗎。而喺未來啦嚇，由於我哋現任嘅參議院少數黨嘅領袖啊 Mitch McConnell 咧，佢會退下火線啦。你話下一屆選出嚟嘅共和黨嘅多數黨領袖咧，其實就可能就會揀一個比較更加激進嘅共和黨人啦，去設法嘅去防止民主黨人咧用呢個嘅手段啦，呢個方法咧去阻撓施政。咁啊，而我諗咧嚇。
畢竟我哋嘅聯邦法院咧，而家因為係保守嘅人咧去佔多數啦，咁亦都會喺呢議事嘅規則啦去做好多釋法嘅事情。咁所以咧，其實議會內嘅抗爭啦嚇，對於民主黨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崎嶇㗎。咁但係咧，其實喺美國呢個民主社會，用盡法律同埋規則上面嘅程序，係每一個擁有民意授權嘅議員佢哋應盡之義。所以咧，我都好希望各位嘅網友啊，如果你對任何嘅法案係非常之有意見嘅，請你盡力嘅去聯絡代表你嘅參議員，抗爭到底，寸土必爭。而距離中期選舉啦嚇，仲有2年嘅時間，而大家亦都要明白啦，就係嗰個嘅眾議院咧，其實係每2年咧就要全部選晒一次啦。咁喺嗰個時間咧，通常嚟講，執政黨都係會輸㗎。咁例如我哋2年前啦嚇，民主黨係以3.1% 嘅些微嘅差距落敗啦。2018年嘅時候，特朗普喺中期選舉咧，共和黨係以8.6% 嘅差距去輸咗㗎。而參議院咧就每2年咧就選1/3啦。而家參議院嘅戰局咧就仲差 Arizona。但係就算啦，你話民主黨嘅 Ruben Gallego 係最後係贏得出嚟嘅，53-47嘅話咧，民主黨喺2026年咧能夠翻盤嘅機會咧，其實都係細㗎。呢個係因為喺2026年嘅參議院選舉入邊啦，大家可以睇一睇嗰個地圖，民主黨咧能夠喺共和黨手上攞到超過3席嘅機會咧，其實真係唔大㗎。咁所以咧，以上就係大概嗰個戰局啦，同埋未來嘅嗰2年嘅部署嚇。咁所以真係㗎嚇，政黨輪替其實係一個民主社會入邊咧就平常不過，輸咗唔係話啲咩大嘅災難啦嚇，天咧就唔會跌落嚟嘅。咁重點係我哋點樣去吸取嗰個教訓啊？希望即係努力少少啦，係咪？下次可以贏翻出嚟咁解啦。亦都喺度引用拜登總統佢講過嘅一句説話啦。Setbacks are unavoidable, but giving up is unforgivable. Setbacks are unavoidable, but giving up is unforgivable. 然後咧，我想用少少嘅時間同大家去解釋一下我哋美國嘅兩黨政治，然後再去延伸出民主黨今日嗰個嘅現實嘅處境啊。大家應該知道啦，其實美國同其他歐洲國家係唔同啦，我哋淨係得2個嘅大黨。咁但係咧，其實美國就唔只有2種聲音啊，係嘛？而呢一種嘅聲音亦都唔係話非黑就係白㗎。咁亦都係點解喺歷史上面咧，其實縱然你話民主黨同共和黨佢哋係對立啦，但係其實佢哋亦都係互相嘅有交集㗎。例如簡單啲同大家分享下無證移民呢個議題。可能你會以為咧，你話無證移民應該都係我哋民主黨一邊咧就支持晒啦嚇。畢竟咧，我哋有大愛嘅一群，即係所謂嘅真心交去同情呢一啲人嘅處境。而亦都有利益建制嘅一群，即係依賴無證移民呢個嘅體系所帶嚟嘅經濟政治嘅利益嘅一班所謂既得利益者。但係相對嘅喺共和黨一邊咧，亦都有好多嘅大商家、農場主。佢哋係依賴呢啲無證移民勞工去生產嘅低價嘅產品，否則嘅話，其實你點會可以喺超級市場買到1蚊、2蚊嘅士多啤梨呢？同樣嘅，亦都會有一啲比較保守嘅或者係宗教嘅人士啦，佢哋傳統上喺信仰上都係會同情無證移民噶。而反對嘅喺共和黨一邊有一啲希望嚴刑峻法嘅人，同埋依附喺呢一啲人嘅利益嘅建制嘅一群，亦就係執法相關嘅同埋一啲監獄之類嘅人啦。當然亦都有之前一集講過嘅排外嘅人，但喺民主黨呢一邊咧，其實都有例如喺拜登去代表嘅勞工工會等等，因為咧其實佢哋係唔希望佢哋嘅工作係俾無證移民去搶咗去。所以咧，如果你係用咁嘅邏輯咧，其實你會知道其實喺美國咧有好多嘅議題咧，就唔係話一個黨反對一個黨支持咁簡單㗎，係雙方都會有一啲人反對，有啲人會支持。亦都所以咧，就唔係話一個政黨嘅更替咧，就能夠將所有嘢咧都能夠改弦更張㗎。呢個亦都係點解美國嘅兩黨政治咧可以維係到咁多年嘅原因啦。而然後啦，你諗翻特朗普嗰時嘅參政佢嘅口號係要去打倒建制清除沼澤啊嘛。當然佢咁樣做咧，其實就係想佢成個湖咧都淨係留翻去一條嘅大鱷魚。無論如何啦佢喺共和黨嗰邊咧就基本上係做到㗎啦都冇人反對佢啦，夠膽所有嘅共和黨員都係視佢為一尊，驚咗啲咩驚咗佢呢一條黐肥嘅鱷魚本人絕對尊重所有人對他們嘅身體所作出嘅自由選擇。呢度指嘅黐肥或者肥胖係反映醫學上對 BMI 數值超過30嘅人正確而且客觀嘅描述。
如果引起各位觀眾嘅情緒不安，實屬不幸。而題外話喺美國啦，肥胖即係 obese 啦嘅標準咧係 BMI 超過30。如果大家喺香港嚟嘅話咧，其實你會知道個標準係低少少嘅嚇，係超過25嚇。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你網友係移民美國嘅話咧，你會突然間會覺得自己好瘦啊。咁呢個其實係原因之一。而言歸正傳啊，咁其實喺咁嘅環境之下咧，所有反對特朗普嘅人咧，其實佢就得兩條出路嘅啫嚇。一係咧佢就投靠現實之中咧就冇生存空間嘅，亦即係第三政黨啦，甚至其實佢完全離開個湖咪得咯。一係咧你就歸邊民主黨呢一邊。畢竟咧，其實呢一個即係民主黨咧，其實就係殘留落嚟嘅唯一所謂嘅建制陣營。咁當然本來就係好事啦，係咪？即係我哋民主黨變到人多勢眾啊！咁但係個問題喺邊度啊？咁就係點樣我哋去包容晒所有我哋黨內入邊呢啲共同嘅利益啦。但係喺有啲嘅議題上邊，其實佢哋嘅立場係截然不同嘅一啲嘅群體啊。咁呢度所謂嘅包容咧，其實就係以前即係之前特朗普去嗰邊成日都講嘅 DEI 即係 diversity、equity and inclusion 多元、平等同埋包容入邊嘅 inclusion 亦就係呢三個詞語入邊最難達到嘅事啊。今日會有人話民主黨會輸咧，係因為佢哋嘅政策非常之左傾。民主黨咧被所謂嘅極左去騎劫，又遇上所謂嘅反覺醒運動即係 anti-woke 啦。咁所以咧就失去咗普通選民嘅支持。咁但係咧，其實你話提出呢個意見嘅人咧，只有兩種人嘅，我覺得一係咧你就已經有既定嘅立場㗎啦咁你都唔會投民主黨㗎啦，講嚟都嘥氣嘅啫。一係咧就係你對美國嘅政治嘅現實咧唔係好了解啊。相比起世界上即係其他啦文明嘅西方國家，其實美國整體嚟講咧，我哋嘅政策咧點計都唔算係左傾啊，係嘛？例如我哋喺性別啦，喺 LGBTQ 平權方面啦，2024年嘅時候我哋仲做緊啲乜嘢啊？我哋仲捍衛緊啲乜嘢啊？係女性嘅墮胎權，係女性嘅生育權利啊，背後代表住嘅係男女平等。究竟女性應唔應該喺經濟上面、喺社會上面擁有同男性一樣嘅權利啊？之前有網友就提到啦有女性因為小產，但係德州一個醫生咧為咗法律嘅風險，唔幫佢醫治令到呢個媽媽最後咧係不治而離世。呢一種事講出嚟，我諗世界上除咗阿富汗之外咧，其他好多嘅國家應該都喺度笑緊我哋。但係呢一個咧又正正係美國嘅現實喎。而題外話喺度睇緊呢個影片嘅女性啦，如果你仍然相信女性係應該同男性係擁有相同嘅權利嘅，哪怕你係模仿韓國嘅反尹錫悅嘅嗰個4B 運動啦，要餓死啲男人啦，定還是喺當年我哋17年咧一個女權嘅示威都好啦，請你唔好放棄抗爭啊！而今次咧，其實特朗普陣營去勝選咧，亦都在於佢最尾一個好成功嘅宣傳手法，就係將賀錦麗同監獄嘅囚犯變性一事扯上關係啊！喺呢一個嘅基礎上邊，再將變性人、囚犯、犯罪、非法移民、無家可歸者、傷殘人士等等，同而家嘅經濟嘅現況同埋通脹率籠統嘅去連結埋一齊。真心㗎，你為一個人去變性，同你去超級市場買餸、去買雞蛋買得好貴，嗰個嘅關聯性究竟係邊一度咧？係咪我即係讀過少少書啦所以我反而唔能夠理解中間嗰個關係咧？無論如何啦，民主黨係冇足夠嘅時間同埋資源咧去逐點去反駁呢啲咁無稽嘅指控㗎。但就係唔係因為呢啲咁微不足道嘅事？當然我意思唔係話變性呢一樣嘅議題係唔重要但係呢一個只係我哋咁多個議題之中其中嘅一個，就可以抹殺整個左翼嘅陣營過去對勞工團體嘅奮鬥。今日嘅勞工能夠有醫療嘅保險、退休嘅保障、最低工資、確立工會同僱主擁有平起平坐嘅地位。08年金融海嘯之後，奧巴馬政府所設立對金融機構所有嘅限制等等。我真係好希望啦，如果你係民主黨嘅支持者，唔好俾外間嘅一啲嘅無理嘅指控而放棄相信我哋所爭取嘅事，更加唔好因為今次我哋一個小小嘅挫敗就自毀長城嘅，喺所有嘅議題上邊輕易嘅劃線，將一啲企喺邊緣嘅人去踢出我哋嘅體制之外啊！呢個嘅策略我哋幾時用過啊？係2016年嘅時候，當年希拉里佢獲得黨內嘅初選之後，本來支持 Bernie Sanders 嘅人，就係所謂嘅民主社會主義者嘅支持者，呢啲 Democratic Socialist， 最後佢哋都冇再融入翻民主黨嘅懷抱入邊，佢哋亦都從此討厭所謂嘅建制，有啲似而家特朗普嘅支持者咁樣，
但呢一班人卻係代表住我哋社會上部分嘅勞工同埋工會嘅階層。呢一個又係正正嗰3個鐵鏽搖擺州份最重要嘅議題。咁當然啦，你話今日 Sanders 咧就會走出嚟講風涼嘅説話，係民主黨背棄咗勞工嘅階層。民主黨人今次投票嘅意欲咁低咧，歸根究底係我哋冇好好梳理我哋群體之間嘅矛盾，反而咧係忽視埋我哋黨內嘅支持者嘅訴求啊。例如我哋性別平權啦、同性戀之類嘅議題，最感到不安嘅其實係邊一個嘅傳統群體啊？咁就係拉丁裔嘅選民啊。因為佢哋通常都有一個相對宗教啦、相對傳統嘅背景，我哋未來係要點樣去解説、點樣去傳遞我哋嘅信息，令到佢哋知道平權嘅重要，同埋對佢哋自身利益嘅關係同埋影響。而就算係 LGBTQ 嘅群體啊，其實佢哋都唔係鐵板一塊㗎，由咁多嘅細嘅群體組成，咁當然佢哋就會有好多嘅內鬥、好多嘅爭拗啦。又或者你話以巴衝突啦，其實如果有觀眾唔知嘅咧，其實呢一件事咧對民主黨內部嘅嗰個撕裂咧，嗰個影響係遠比起外間即係報導出嚟更加嚴重嘅。基本上咧，其實以色列裔嘅美國人啦，同埋阿拉伯裔嘅美國人咧，其實唯一合乎佢哋雙方自己嘅利益咧，就只有喺民主黨入邊嘅啫。呢一個咧，其實大家可以睇翻美國嘅歷史啦嚇。咁呢個實在太過敏感啦，咁我就不便喺呢度過分嘅去發言啦。咁但係民主黨啦，就即係喺平衡呢兩方面嘅利益嘅中間咧，又顯然就為咗即係建制嘅利益咧，就揀咗一邊。喺之前嘅黨內大會咧，就唔邀請其中一方咧去上台發言。畢竟咧，其實你話阿拉伯裔嘅朋友咧，其實佢哋係喺美國咧係屬於一個非常非常細嘅少數啊。而其實民主黨啦，你話實際上咧冇咗佢哋嘅票咧，影響咧就唔係好大噶。咁但係咧之後就有一啲嘅意見領袖啦 KOL 啊，就鼓吹大家非常熟悉嘅所謂焦土策略，咁就係寧願咧將啲票咧就投俾邊個啊？投俾民建聯，甚至射落海嘅，都唔會投俾你民主黨啊！因為點解啊？要票債票償啊嘛，因為佢覺得民主黨出賣咗佢啊嘛。咁呢一種嘅思維咧，其實你話除咗影響佢哋單一嘅族群 which 我哋唔係好 care 啦嚇。咁但係更加可怕咧，係更加影響咗民主黨內部啦嚇，特別一啲比較年輕少少嘅同情一邊嘅人啊，呢一班較希望喺體制上邊見到一個根本改變嘅人啊，佢哋嘅投票嘅意欲咧就被徹底嘅磨滅咗，有啲就繼而去沉迷呢個社交嘅網站啦嚇，做呢個嘅鍵盤戰士啦，有一啲更加可怕嘅，俾特朗普嘅陣營嘅包裝所蒙騙，甚至覺得佢哋先係能夠改變一切嘅一方啊。而另外啦，有好多嘅朋友可能會將嗰個責任咧推卸俾我哋總統嘅候選人賀錦麗啦，或者現任總統佢哋嘅表現，或者佢哋一啲嘅決定啊。你話拜登佢任內咧，其實我哋由疫情走出嚟啦，所通過嘅法案啦，對美國嘅基建嘅發展啦，對弱勢社群嘅幫助等等啦，其實嗰個成就咧係有目共睹噶。當然啦，喺未來嘅4年啦、幾年啦，呢啲嘅政策咧，可能就會俾特朗普嘅政權所推翻啦。而 Tommy 我自己咧，可能連工都冇埋啦，係咪？但我依然都相信啦，拜登佢仍然會係喺未來啦，喺歷史學家入邊咧留下一個比較高嘅位置。而有好多人可能會話，佢應該提早退出啦，係嘛？等民主黨黨內有初選啦。咁但係對唔住嚇，起碼我投嘅嗰一票咧，係俾咗佢4年執政嘅授權，我亦都係100%尊重佢所做嘅所有嘅決定。而就算啦，你話即係佢真係提早退選啦嚇，咁我諗最後嘅結果咧，亦都只係會將民主黨我哋頭先講到嘅矛盾咧，提前嘅推向一個嘅4分5裂嘅局面啊，喺呢一場嘅選舉入邊咧，輸得更加慘烈。畢竟咧，其實當年我哋選佢咧，亦都係因為只有佢咧嚇能夠團結黨內外嘅呢啲嘅群眾啊。而大家經常講到啦，話4年前同4年後嘅分別，我反而會諗下，如果特朗普當年係贏咗嘅，仲仍然係在位嘅時候，其實最後會點樣啊？最後美國係會因為疫情而死亡嘅人更加多，處理危機嘅時候束手無策，經濟復甦嘅速度更加慢，社會撕裂更加嚴重。咁當然啦，我諗拜登佢能夠做好少少嘅一件事咧，可能就係換一個方式同大家去解釋今時嘅經濟狀況。之前提到啦，其實美國今日嘅經濟咧係所有個時期入邊咧經濟係最好噶，薪金上漲嘅水平咧亦都係追得上通脹啦。呢啲通通都係有數據去支持嘅一個嘅根本事實。
但係好似永遠都係共和黨一邊咧就投訴話啲雞蛋好貴啦，汽油好貴啦，但係民主黨一方咧係好似永遠都冇反擊過，甚或至咧去和應添。咁當然啦，你話如果你個總統好似我咁同大家講話，你窮咧係你嘅問題，係你咧唔上進，係你老豆老母俾個豆拎你讀書，係政府俾埋 financial aid 你，都係你自己唔去讀書，係你唔識去理財，係你咎由自取嘅話，咁樣就好似唔係一個總統能夠喺咁多人面前所講嘅事係嘛？而順帶一提啊，咁特朗普揚言上台之後咧要解散呢個嘅教育部。勢必係會影響之前講過嘅學生資助、學生貸款，然後咧佢又要遣返晒所有嘅無證移民。佢嘅真正用意其實係咪想騰出呢啲低技術勞工嘅職位，等我哋下一代唔再需要去接受教育，然後去工廠、去農場打工咧，去摘士多啤梨咧？似唔似某啲地方叫啲年青人上山下鄉嗰個意味咧？而賀錦麗方面啦，其實佢都盡咗佢嘅所能啦，用不足4個月嘅時間去做出呢個嘅選舉嘅工作啊，其實已經算係非常之合格噶啦。咁當然有啲人會指責佢最後咧就花得太多嘅時間同由共和黨走出嚟嘅 Liz Cheney 去做競選嘅工作啦，去取悅一啲女性中產白人嘅選民，反而咧就忽略咗自己黨內嘅聲音甚至忽略埋佢自己揀出嚟嘅副總統候選人 Tim Walz。令到 Tim Walz 咧最後只能夠同 AOC 咧喺網上面打 Crazy Taxi。咁呢一個咧大家應該睇過一集 SNL 咧都記得㗎。而題外話啦我都覺得Tim Walz 係一個比較能夠接觸普羅大眾嘅人啦。起碼佢講嘅咧就唔好似賀錦麗咁啦，轉彎抹角啦，好似個政客咁啦，從來都唔答問題係嘛。咁喺民主黨入邊咧都比較少數嘅人能夠有咁嘅能力㗎啦。我都好期望咧喺未來咧能夠再見到佢啊。美國嘅政治咧一向都係鐘擺效應，而民主嘅選舉咧亦都好似一場嘅賽跑。我哋既然已經盡咗力啦，咁輸咗咪下次再努力咯。咁特別咧嗰個選票嘅差距只係講緊2%啫。如果你話10%、20%嘅選票嘅差距咧，可能我就好驚賴埋尿添啦。咁所以咧就真係大家唔需要喺呢度互相指責，唔需要自亂陣腳。而家我哋面對嘅係一個民粹嘅政權，民主嘅社會係需要去贏嘅咧，就只能夠靠多元共融、同舟共濟。正如民主黨我哋嘅黨綱所寫㗎，我哋唔單止去尋求共同點，而且努力達到更高啊！而選舉嘅時候啦，我諗雙方嘅情緒都非常之繃緊。如果你係感到失落嘅，嘗試去遠離社交網站、社交媒體一段時間啦。揾一啲能夠令到你自己開心嘅嘢去做啊。畢竟來日方長。而特朗普當選又未嘗唔係俾民主黨一個重生嘅機會咧。但我哋好好研究一下我哋點樣去更好嘅去組織我哋群眾，更好嘅去傳遞我哋嘅信息，令到我哋能夠揾到一個最大嘅公因數。未來議會嘅內外請你繼續嘅用你各自嘅方式去奮戰到底，全途必爭。而最後不論佢所做過嘅、講過嘅 ，like it or not，特朗普咧都係人民選出嚟嘅總統。佢亦都係會成為無數小朋友將來成長嘅模範。我亦都好希望新政府上台咧，係能夠帶領美國喺各方面再創高峰。喺呢一度咧就結束今年嘅選舉年嘅政治特輯啦。移民美國咧，我諗大家都要有少少嘅政治參與啦。最低程度你都要對一啲嘅議題、一啲嘅法案有少少了解、有少少意見啦。起碼唔係人哋話咩你就講咩啦，係咪？可以同你身邊嘅人咧都係可以去分享噶。否則嘅話咧，其實你就好難話你自己係一個美國人嚟噶。而如果有任何關於我哋今日所講到嘅或者今個選舉年嘅其他議題嘅意見啦畢竟我就冇咁多時間講晒啦。可以喺下邊留個言啦亦都可以揾到我嘅電郵地址。我哋跟住落嚟咧會繼續講其他有關於美國啦、生活啦、移民嘅一啲嘅資訊。之前講過大學嘅資助啦，其實之後有一集咧我寫咗稿嘅嚇，就係關於我自己喺呢一度讀高中嘅經歷啦。我亦都知道咧有好多嘅觀眾係退休嘅人士啊，我亦都係當然就會講多啲關於理財啦、關於退休嘅節目啦，亦都好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啊！又或者你有任何想知道嘅可以喺下邊留個言。而下一集啦我都想跟進一個網友佢提到嘅一個醫療債務嘅問題。當你咧突如其來咧有一個好大嘅醫療帳單係咪代表住你嘅即係財務未來會被徹底嘅摧毀咧咁當然就唔係啦，係嘛？咁所以咧我哋下一集就再講呢個話題。下一集再見啦，拜拜。